埃兰迪尔 Earendel 这个名字听起来仿佛来自神话，实际上是天文学在2022年发现的一颗神秘天体，它当时被认为是我们有史以来观测到的最遥远的一颗孤立恒星，遥远的令人难以置信。但最新一项震撼学界的研究却揭示，这个看似孤独闪耀的天体可能根本不是一颗恒星，而是另有其身份。当科学家首次在深空图像中识别出埃兰迪尔时，整个天文学界几乎是沸腾的。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宇宙级发现，让人兴奋到头皮发麻，因为我们似乎终于得以窥见宇宙婴儿期中最孤独的一颗星。然而，正如常在科学探索中发生的那样，宇宙总喜欢在我们自以为了解它时，突然抛出一个惊喜，就像一位擅长谜题的老魔术师，让我们重新回到起点，开始新一轮的猜测和验证。随着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带回来的最新高精度观测数据，我们原本以为已经相对清晰地理解关于埃兰迪尔以及类似天体的性质，现在看来可能需要微调，甚至彻底重写。毕竟这颗所谓的恒星似乎另有一番面貌。因此，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深入这片遥远星域，去揭开埃兰迪尔和其他一些看似类似的神秘天体的面纱，探索它们的真实身份，并试图拼凑出它们在宇宙早期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正在指向一个可能性，埃兰迪尔并非一颗孤立恒星，而是隐藏在更复杂结构中的一部分，而这层误会背后可能潜藏着关于宇宙诞生早期阶段的宝贵线索。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挖掘的重点。但在进入复杂分析之前，我们得先回到起点，问一个基础而关键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体？我们又是通过什么方式首次在浩瀚宇宙中发现了它？这个引人入胜的科学故事还得从几年前说起，从一次原本只是常规宇宙巡天任务，如何逐步演变成一次打破纪录、挑战常识的重大突破。2022年中期，当哈勃太空望远镜在一项深空观测任务中无意间捕捉到一个异常明亮的信号时，这项被认为是划时代的突破立刻引发全球天文学家们的热烈讨论。它甚至一度被视为人类探测到的最古老之光。这个奇特的现象源于一个罕见的引力透镜事件，一种宇宙级的光学奇观，宛如大自然的天文显微镜。透过这片由一个遥远星系团构成的时空放大镜，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明亮点，那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埃兰迪尔的天体，它的距离竟达到了震撼人心的280亿光年。这个天体发出的光已经在宇宙中穿行了整整129亿年才抵达我们的望远镜，相当于我们正在回望一个红移值大于6的时代。那时候宇宙还处于极其年轻的阶段，刚刚走出宇宙黎明期。这项近乎科幻的发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宇宙中一种奇妙的现象——引力透镜效应。大质量物体会扭曲周围的时空，使得其背后的光线路径被弯曲，从而让我们得以窥见本不该看到的遥远天体。在这起案例中，是一个名为 WHL 0137-08的超大质量星系团担任了这面放大镜的角色，它的引力强大的足以弯曲空间本身，从而聚焦并增强了来自埃兰迪尔的微弱光芒，最终传递到地球上的望远镜中。惊人的是，透镜效应将这束光放大了大约4万倍，几乎就像我们用宇宙自己的技术打造了一台超强显微镜，让我们得以看清一个原本渺小到几乎无法被发现的天体。正因为它距离之遥远，几乎超出想象，又明亮的令人啧舌，这颗天体被赋予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埃兰迪尔，在古英语中译为晨星，寓意着在宇宙的黎明时分，这束光穿越时空，为我们照亮遥远未知的宇宙边疆。随后在2023年，韦伯太空望远镜传回了更加详细的观测数据。在一段科学记录短片中，我们曾提到，这些数据一度支持埃兰迪尔是某种超大质量 B 型恒星的假设。这类恒星比我们的太阳更炽热、更庞大，几乎像是恒星家族中的超级巨人。然而，那些观测数据中也藏着另一种可能性，或许这并不是一颗孤星，而是一个双星系统，也就是由2颗恒星紧密围绕彼此运行的天体结构，彼此之间相互牵引，彼此照亮。但就在最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研团队公布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为这颗神秘天体的真实身份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对原本的恒星假设提出了挑战。这一次，他们依旧借助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但所采用的技术更为先进，近红外棱镜光谱仪 NIRSpec。 通过对光谱的深入分析，科学家们意外揭示了一些此前从未预料到的细节，甚至有可能彻底改写埃兰迪尔的出生证明。根据这项新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我们看到的并非一颗孤独的恒星，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密集的恒星团，一个由成百上千颗恒星构成的紧密家族，共同在宇宙边缘处闪耀。研究团队的这个推论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观测数据和严谨计算基础上的结果，逻辑链条非常完整，每一步都经过了反复验证和模拟。最初，当科学家对这个天体进行观测时，依据的是它在图像中所呈现的亮度与大小特征，而这些参数恰好与一颗超大质量恒星相符，于是自然地将其归类为一颗恒星。当时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精密的模型来模拟光的路径和天体的结构。这种着陆模型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埃兰迪尔的直径可能非常小，仅约4000个天文单位，听起来仍然巨大，但在宇宙尺度上却如同尘埃一般。然而，模型中的一个盲点逐渐浮出水面，它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暗物质的存在。这个神秘而看不见的宇宙组成部分对引力透镜效应有着巨大而复杂的影响。于是，当科学家们将暗物质的引力分布，尤其是星系团周围暗物质光晕的影响纳入计算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天体实际的物理尺寸要比最初估计的要大得多，可能达到3秒差距，换算下来就是超过6光年，远远超出了单颗恒星的尺度。换句话说，这个天体的直径接近 6.5 光年，几乎相当于太阳到比邻星距离的1/600倍。这种体量更符合一个小行星团而非单颗恒星的特征。显而易见，这样的体积和尺寸已经远远超出了恒星的范畴，但却非常符合一个稠密星团，特别是球状星团的特征。这也就是研究团队提出的新解释方向。具体来说，球状星团是那种在星系外围静静徘徊的古老星群，像是一串宇宙中的星之项链，其中的恒星数量可以从几千颗到上百万颗，它们极为明亮，常常成为整个星系中最耀眼的灯塔。随后研究人员进一步对放大倍率进行了修正分析，他们发现早期所假设的上千倍放大率似乎过于乐观了，更合理的放大值可能落在43到67倍之间，这对于理解天体本身的结构有重要意义。这个较低的放大值在物理逻辑上显得更加可信，也更符合其他类似引力透镜观测的经验数据，从而让整个模型看起来更为自洽。因为在只有几十倍的放大倍率条件下，想要分辨出一颗单独的恒星，就像试图用望远镜看到一根遥远灯塔上的针，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其实很直白，2801亿光年的距离意味着光在路上奔波了近130亿年，哪怕是最明亮的星体也会变得暗如幽影，若非借助高倍放大，几乎无法被人类探测。不过，关于埃兰迪尔的真正身份，我们手中的线索远不止这些。接下来还有一项关键证据，将整个假说彻底推向星团方向的定锤。没错，这个关键证据正是光谱指纹。每一个天体在不同波长下的光谱特征都独一无二，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可以揭示它的元素构成与物理状态。通过韦伯望远镜搭载的 NIRSpec 仪器获取的光谱数据中，科学家们观察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这个天体的光谱曲线与我们银河系中那些已知球状星团几乎一模一样，仿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位于遥远的宇宙边界。事实上，从所有光谱数据对比来看，它的表现与我们在本地星系中观察到的球状星团极为一致，甚至与目前通过引力透镜看到的其他远古星团在光谱上也高度匹配，因此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视为一个完整星团，而不是一颗孤立恒星。所以总结来说，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看到那颗最遥远的单颗恒星，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跨越时空、成团闪耀的星团。这样的发现同样令人激动不已。
甚至可能为我们打开通向早期宇宙的新大门。毕竟，球状星团的起源和演化一直是宇宙学中最难解的谜题之一。我们迫切想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为何某些星系富含这类星团，而另一些星系却稀少甚至缺乏。这对理解宇宙的早期结构至关重要。而依据这项最新的分析，我们对眼前这个神秘天体的认知正逐步清晰。它可能是一群古老恒星的集合体，是一段宇宙史上繁星出生的珍贵见证。初步分析表明，这个星团的年龄大约处于3000万至 1.5 亿年之间，算是宇宙早期阶段中的青壮年。它主要由氢和氦构成，这也正是宇宙在最初几亿年间的基本元素构成。这些被观测到的独特属性，包括它的年龄分布、化学组成和恒星密度，恰好与天文学中定义的球状星团前身特征高度吻合，仿佛我们正通过望远镜亲眼目睹一个古老星团的诞生初期阶段。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很可能是所谓 BB 簇即最早期星团结构的演化结果。这些原始的星团在宇宙诞生早期汇聚成团，最终演变成类似今天银河系外围球状星团的结构形态。不过，研究人员在重新计算红移之后发现，这个天体的红移约为 5.926， 意味着它距离我们约为273亿光年，稍微比最初估计的280亿光年近了一点点。虽然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在宇宙尺度上却可能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更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还尝试检测一种叫做光度变化的现象，也就是天体亮度随时间产生轻微起伏的情况。这通常能揭示它是否是单个恒星或者是更大的结构。简单来说，这些细微的亮度波动往往是因为某些巨大天体在它前方缓慢移动，对其光线产生短暂的微透镜效应，从而改变了我们看到的亮度，就好像宇宙在慢慢拉开一块帷幕，露出里面的景象。而这种亮度变化在单颗恒星或紧凑小天体中通常更为明显，因为其光线更集中，更容易被引力扰动。相比之下，像球状星团这样的庞然大物，亮度分布较广，微透镜效应就显得不那么剧烈。而在埃兰迪尔的观测中，这类微小的亮度变化并未出现，进一步暗示这个天体本身可能相当庞大，从而支持了它是一个恒星团而非单颗恒星的判断。不过，如果埃兰迪尔被降级成了一个星团，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谁才是目前真正意义上最遥远的单颗恒星？这个记录现在归属何方？天文学界已经有了答案，目前被正式确认的最遥远恒星是哪一颗？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实际上，目前有几个候选者正在角逐这个宇宙最远明星的宝座，有些已经被确认为单颗恒星，有些则是近期才进入研究视野，还在等待进一步的验证。有趣的是，这些星星的名字可一点也不严肃，有些被命名为知名的日本怪兽，仿佛是从电影中直接穿越到天文研究室的宇宙居民。比如说，有一颗恒星就被命名为哥斯拉 Godzilla， 这个名字既形象又霸气，与它在宇宙中的亮度表现也颇为相配。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颗恒星在通过引力透镜后展现出了极其惊人的亮度，在观测数据中，它几乎咆哮着脱颖而出，成为目前已知最明亮的远距离恒星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颗叫做摩斯拉 Morpher 的恒星，以及其他几颗也采用了各种怪兽命名的恒星，仿佛科学家们在命名时也想借助这些名字表达这些天体的力量与神秘。比如说，摩斯拉位于波江座方向，是一个双星系统，其红移值为2，距离我们大约105亿光年，虽然比埃兰迪尔近不少，但依然是一颗跨越时间和空间才能看到的古老恒星。它由一颗黄色超巨星和一颗蓝色超巨星组成，这样的双星结构异常罕见，也极其耀眼，唯有借助宇宙的自然望远镜引力透镜，我们才能将它的身影清晰捕捉。而再稍远一些，就是那颗名叫哥斯拉的恒星了，它的红移达到了 2.37， 对应的距离大约为109亿光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能观测到的技术极限。但遗憾的是，就像埃兰迪尔一样，这颗名为哥斯拉的恒星身份也遭遇了质疑，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怀疑，它也许并不是单颗恒星，
而是一个隐藏在引力镜头中的紧凑星团。原因在于它展现出的光度和辐射信号过于强烈，对于单颗恒星来说显得异常，但若解释为星团中多颗恒星的综合辐射，这些异常就显得合理得多。不过好消息是，就在几个月前，一项关键研究宣称，天文学家们确实找到了2颗目前为止最遥远也最有可能确认为真正恒星的天体，它们不再是猜测中的星团，而是独立存在的单颗恒星，刷新了人类观察宇宙的记录。这一次，我们的天文显微镜依然是引力透镜效应，而扮演这一角色的是一个名为 MATHJ0647 的巨大星系团，它所施加的强大引力使得背景中的微弱光线被曲折放大，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现机会。在这项令人瞩目的研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团队对 MATHJ0647 星系团的引力透镜结构进行了精确建模，并成功识别出2颗极其遥远的恒星候选体。它们再次由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所观测，宛如穿越时间迷雾的2点星光。不过，这2颗恒星目前尚未获得正式命名，科学家们暂时用 Star 1和 Star 2来代指它们，就像为2位初登舞台的新星等待命名仪式的来临。根据初步的光谱分析结果，这2颗恒星的红移值约为 4.8， 换算后意味着它们距离地球大约255亿光年。如果最终确认，它们将成为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遥远的星中之星。换句话说，它们虽然比埃兰迪尔略微近了一点点，但依然比目前观测到的其他所有恒星都要遥远得多，仍旧牢牢占据着宇宙最远恒星的领先位置。从目前的观测数据来看，这2颗恒星极有可能属于炽热的大质量 B 型恒星。 Star 1的表面温度估计为1万开尔文，质量大约是太阳的20倍，而 Star 2的温度更高，达到了惊人的 1.2 万开尔文，质量可能达到太阳的50倍，是货真价实的恒星巨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次的观测结果显示，这2颗恒星在图像中表现得异常紧凑，体积极小，与我们已知的任何星团结构不相匹配，这使得研究人员有充分理由认为，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孤立恒星，而非一群恒星的集合体。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在天文学中初步确认并不意味着最终结论，随着观测手段和数据分析的不断进步，科学理解往往也会不断修正。因此，这2颗恒星未来是否会改名换姓，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从光谱能量分布图来看，它们的特征也与我们对炽热遥远恒星的理论模型高度一致，尤其在高能波段的辐射强度方面，明显偏离了星团的典型分布，更像是单颗巨型恒星的独特标记。这一点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光谱排放线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尤其是氢原子的强烈排放特征，以及在可见光段表现出的巴尔默断层现象，这都是高温恒星的光谱签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Star 1并没有显示出来自多个透镜路径的重复图像，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观测中只被放大过一次，这说明它非常小巧，极其紧凑，不太可能是大范围分布的星团，进一步巩固了其单星身份。通常来说，像星团这种体积更大的结构更容易因引力透镜效应而出现多个影像副本，就像一颗光被镜面折射出的多重幻影，而这在 Star 1中并未出现。但在 Star 2上，情况则略有不同，它似乎确实出现了多个透镜影像，这为它的身份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是否为恒星仍有待确认。因为它显示出了多重镜像的迹象，科学家不得不考虑另一种可能， Star 2也许不是单颗恒星，而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天体系统，比如一个微型星团。然而，如果这2颗天体最终被确认为恒星，那么它们将成为我们有史以来在宇宙仅9亿岁时所能观测到的第一批恒星，其年代与埃兰迪尔不相上下，堪称原始宇宙的第一批星光，揭示了星系与恒星诞生的最初篇章。当然，目前我们已经观测到比这些恒星更遥远的天体，比如 MONZ14 星系，它在宇宙只有 2.8 亿年时就已经存在。然而，找到一颗如此遥远的单颗恒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不仅需要极其罕见的引力透镜排列组合，更要我们在恰到好处的时间点刚好望向那个正确的位置，可以说是宇宙级的偶然。即使埃兰迪尔最终不是恒星，而是原始球状星团，它依然是一项令人振奋的发现。但现在科学界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 Star 1与 Star 2身上，
如果它们确实是恒星，我们有机会首次真正描绘宇宙中最早恒星的样貌与结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切仍属于最新阶段的科研探索，许多数据尚未经过完全验证，因此现在还没有最终结论，一切仍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天体实在太过遥远，它们发出的光穿越了整个宇宙历史才抵达地球，这使得观测、分析和验证变得异常艰难，科学家们每一步都必须格外小心翼翼。然而可以确信的是，随着技术进步和新一代望远镜的投入使用，未来一定还会出现更多震撼发现与记录打破者。在这场通往宇宙边缘的旅途中，最重要的正是我们对未知世界始终不灭的好奇心。